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在外面遇到移工的时候，他们好像一直都会对着手机开视讯、开直播。为什么移工们那么爱直播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移工怎么都在直播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台湾的移工人口已经超过了70万人，大约等同台湾3%的人口。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也很常会看到移工在公园推着老人家，或者是在假日的时候在车站还有观光景点聚集休息，甚至在你家里可能就有移工看护帮忙照顾长辈。那虽然大家看到移工的机会很多，可是一般人对他们的认识并不多。想到移工，很容易会出现一些刻板印象，像是觉得他们随时随地都在开直播，很爱坐在北车大厅的地板，很爱大声聊天等等。这些刻板印象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如果是真的话，移工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最近呢，有一本叫做《移工怎么都在直播》的书作者江婉琪透过了采访还有亲身经历，一一解答了这些跟移工有关的常见疑惑。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本《移工怎么都在直播》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呢，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换完税后，希望明年可以赚更多钱吗？提高工作能力是提高收入最好的方法。无论你是 freelancer 还是 in-house 设计师，我跟博颖合开的接案学都能够帮到你。课程当中不仅会分享专案管理的技巧，像是规划时程、销 email、拟定合约等等，也会分享客户沟通时怎么样接洽谈合作，才能够更顺利的推动专案。掌握这些软技能呢 ，freelancer 就能够减少客户沟通成本，有时间能够开发新的案源，更能够透过谈出好的报价来提升收入。那对于 in-house 设计师来说，在接 brief 跟老板过稿、跟客户提案时，都能够更有效率，也更有机会透过出色的工作表现来争取加薪。5月31前报名呢，就有88折的独家优惠，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掌握提高收入的诀窍吧。这本书的作者江婉琪在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移工的议题。当时他偶然认识了一群关心移工议题的朋友，每个星期天都会去跟印尼朋友待在一起。那因为作者年纪很轻，感觉就像是大家的妹妹，所以每个人都很乐意跟他聊天分享经验。后来他有一次在半夜滑直播的 app， 发现很多移工都喜欢在上面直播自己睡觉，而且镜头都还要拉得超级近，这就让他觉得有趣又好奇，想知道为什么移工这么爱开直播？平常没事直播就算了，怎么连睡觉都要直播？他们都在直播些什么呢？作者带着这个疑问去问了很多印尼朋友，最常得到的答案是，直播是希望别人看到自己在台湾过得很好。作者的印尼朋友妮妮呢，就告诉他自己是来到台湾才第一次直播。当时他刚到工厂的宿舍，打开窗户看到外面的海实在太美了，所以就打开直播，想要让家人看看。之后他也常常直播台湾的日出还有夕阳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看。但是他强调说，自己直播的时候呢，一定会化妆，而且辛苦的时候不会开直播，就是为了想要让家人看到他过得好，不要为他担心。而另外一个作者的朋友丽卡是担任看护的移工，他也喜欢在带阿嬷出门的时候直播，拍花，拍自己也拍阿嬷，而且阿嬷自己也乐在其中，还会对着镜头比赞，跟路过的印尼人击掌等等。另外呢，在台北车站或是旅游景点，也会常常看到移工们一起对着镜头讲话，而且不管是旅游吃火锅、唱卡拉 OK， 都会拿出手机来直播。重点也是一样就是为了让远在家乡的人看到自己过得很好。那这种类型的直播呢，背后的原因还算蛮好理解的。可是作者还发现说，移工的直播除了吃喝玩乐之外，也还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作者在直播的 App 上面呢，发现移工们真的是随时随地都能够直播。除了前面提到的睡觉直播之外呢，有些人搭公车也会直播，煮饭会直播，照顾盆栽呢会直播，甚至连在家看电视也会直播。这东西到底有什么好播的呢？如果是说要让家人看自己过得很好，应该有很多其他的东西可以播吧。那作者就观察说，这些日常直播呢，其实是这些移工跟其他人连结的方式。因为移工绝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在工作，而且呢他们能够活动的空间其实很少，不是在工厂的宿舍或者是雇主家，就是在公园或者是交通工具上面。而且因为语言不同的关系他们通常很难在自己的工作场所找到太多能够聊天社交的对象。长久下来呢，这样子的环境对他们来说也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的，会让人感觉自己就只是一个不断输出的劳动机器。而这个时候在直播上面跟人讲母语表达自己，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疗愈的出口，让他们重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完整自由的人。而除此之外呢，直播对于移工来说也有很多实际的功用，也就是他们重要的资讯来源跟支持网络。例如
工作时间比较弹性的看护小翠就固定每周2次直播，分享最新的劳资资讯，帮同僚解惑，告诉大家遇到困难可以找谁帮忙。而这类型的直播呢，还蛮受欢迎的哦，有些同时在线人数还会高达6000人。那说完直播，另外一个台湾人对移工最常见的印象是，周末的时候很爱在台北车站聚集，然后围圈圈坐在地板上面。那如果你周末打开他们常用 App， 还会发现呢，很多人的画面确实都停留在北车的大厅上面。那为什么移工们那么喜欢在北车大厅席地而坐呢？对于这个问题哦，作者得到的答案是因为台北车站是很多移工来到台北第一个认识的地标。而且移工们第一次来到北车，一定呢会跟这个东侧门口放置的火车头拍照打卡。印尼人呢把它称为是死掉的火车。对于印尼移工来说呢，这个死掉的火车就是北车大迷宫的认路标志，有点像是台湾人以前很爱拍的那个北车鸟人那样子。因此，当他们放假想要见面的时候，最好认、交通又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北车。而当来的人多了之后，台北车站周边呢也开始出现印尼商店，可以让他们汇款回家、买国际的电话卡等等，一次满足移工的所有需求。而北车也就渐渐成为了一个移工的社群聚集地。那为什么他们那么喜欢坐在这个北车大厅的黑白格呢？这其实跟文化差异有点关系哦。对台湾来说呢，坐地板是不太得体的行为，可是，在印尼，他们平常谈话、开会、办活动就很习惯在地板上面坐着进行。因此，在台北，他们看到广阔的车站大厅，很习惯坐在地板上面聊天见面。那在进入观念以前呢，我们要特别感谢志毅77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跟大家一起研究各式各样的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哦，其实一开始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我们还以为这是一本很严肃的社会学书，会去讨论什么移工血泪啦、文化冲突啊、污名化之类的问题，但结果跟我们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比起帮移工辩护，这本书比较像是用很个人的角度去介绍自己移工朋友的日常生活，比如说关于移工直播啊跟席地而坐习惯，我们也知道说这些行为确实引起了不少台湾人的反感。像不少人呢就会批评哦，移工们在公共的场合直播很吵闹，还有坐在北车大厅的习惯，不只是有碍观瞻，还会影响到动线。而对于这些争议呢，这本书其实没有明确的评判谁是谁非，作者只是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这些千里迢迢来到台湾的移工们，有不少都不受劳基法保障，几乎是24小时在工作，有些人呢甚至1年才能够休假几天。因此，直播跟聚会可能是他们少数非常重要的喘息空间。而读完之后呢，更深刻的体会到那些在我们眼里看起来不太习惯的行为，背后其实也都源自于生而为人的情感需求。那这当然不是说移工的行为完全正确哦，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未来面对这些困扰的时候多一份理解跟同理吧。另外呢，我们今天提到直播跟聚会只是这一本书的一小部分，另外还有像是这个东港烧王场庙会的这个外劳鼓队，趁着这个倒垃圾的时间交朋友，甚至是出轨暧昧的感情故事等等，很多故事都非常的好看，推荐感兴趣的大家去买这本《移工怎么都在直播》，支持好书跟出版社哦。那最后也来问大家哦，看到移工在直播的时候，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哦，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生活习惯。虽然不习惯，但可以理解，毕竟那么远来工作，还是需要有一个生活的出口。所以有点反感哦，觉得呢他们打扰到我的生活习惯了。听吉他，欢迎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哦。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移工怎么都在直播。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为什么移工要逃跑，以及模仿越南口音是不是歧视的讨论。那么今天的志毅77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就明晚再见喽。